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习近平亲自补锅啊，经济内循环也要对外开放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为什么？因为影响非常大啊，影响非常大。那么今天呢，这是习近平在6月18号之后第一次露面啊，但是新华社到现在还没看到他发通稿，就是照片的通稿。新华社稿子是出来了，今天这个稿子有点特别，我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消息呢，就先是由新华社有一个叫新华社点的微博账号先发了一段稿子啊，这个稿子基本上就是习近平讲话的原文，把这稿子发出来了。新华社没有发通稿，一直没有发通稿，很长时间没有发通稿，我估计是什么？估计在审稿啊。但是呢，新华视点的微博先把这个发言稿给发出来呢，然后这个新华社的网站就引用新华视点的稿子，但是它只是节选。我就找到他那个新华视点的原文，就是微博上的原文就很长，就直接就是习近平的讲话。那么习近平讲话拿下来一看，过了一阵子，就是刚刚新华社通稿就出来了。新华社通稿和习近平讲话完全不一样，就是习近平有个非常重要的化妆师叫王沪宁，应该这个稿子是王沪宁审完之后，这个稿子原来讲话的重点就已经没有了啊，就没有了。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他没有讲的重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经济，讲的是内循环啊，内循环。我们先从新闻开始讲啊，讲新闻。那么陪同参加这个会的是谁呢？汪洋啊，因为跟企业家开会也算是统战工作啊，所以汪洋陪，王沪宁陪，韩正陪。韩正为什么陪啊？韩正陪是因为讲经济，王沪宁就基本上现在这个习到处走都带着王沪宁啊，带上我，再加上6大金刚。丁薛祥、这个刘鹤、杨洁篪、王坤明、尤权、王勇、王毅，我不知道王洁篪去了，王毅为什么还要去啊？还有个何立峰啊，那都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6大金刚啊，6大金刚。现在今天就多了2个，王毅跑着去了啊。那么出席这个座谈会，那这个座谈会的级别还是蛮高的啊。那么我就大体上先说一下习近平讲话的内容。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今天开一个企业家座谈会，跟大家谈谈心，一是给大家鼓鼓劲，二是听听大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意见啊。然后就今天出席座谈会的有国企、民企、外资、港澳台，还有个体户、工商户的代表。然后我讲几点意见啊，这领导讲话大体上都是这个套路，这是典型的党八股啊。那么几个意见，总共是3点意见。那么前面2点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意义，但是我跟他讲一下，保持他这个讲话的完整性啊。1，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什么叫市场主体？就是企业啊。其实他现在就喜欢这种造字，就保持和激发企业活力不就行吗？他非要讲市场主体啊。然后保持这个活力的包括3点：第一，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 2，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构建清政商关系啊，这很奇怪啊，就你全世界没有人会提倡这种东西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同企业交往
这个啊。第四，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这是第一啊，激发企业活力啊。二，弘扬企业家精神啊。那么弘扬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企业家有要求啊。要求第一，希望大家增强爱国情怀啊。第二，希望大家勇于创新。第三，希望大家诚信守法。第四，希望大家承担社会责任。第五，希望大家拓展国际视野。啊，这就是对企业家的要求，因为在座都是企业家，都是他的子民啊。那么提出这种要求呢，就是这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啊，居高临下对你要这样啊，要这样做啊，要爱国啊，要创新啊，要守法啊，不守法就抓你啊，意思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他就解释了啊，解释第三条叫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啊。那么他这么说，他说他原文啊，我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讲过，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考虑是当前世界正在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要提升啊，就是我多次强调啊，这是补锅了啊，我多次强调，这意思就是我原话是这个我的讲话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国内循环为主是这个意思。我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通啊，这就是基本上胡扯了啊！这个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怎么连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然后他在说，他从长远看啊，就又往回兜了啊。经济全球化乃是世界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那么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经济命运体啊，然后就还有一点其他我就删了啊，删了。那么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就是我不是说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呢其实很重要啊。为什么？习近平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这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啊，国内国际双循环啊这个格局啊，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这个冲击非常大。这个冲击非常大到什么影响呢？大到了这不仅仅习近平讲完，习近平讲完之后，6月18号，然后刘鹤在这个上海的这个陆家嘴论坛啊，又做个书面发言，又做了一个这样的诠释。当然，习近平在两会期间的发言就是刘鹤给他写的啊。那么现在呢，刘鹤又在6月18号又把这件事情又讲一遍。那其实两会期间大家没太注意啊。那么习近平讲的话是有一点震动，但是觉得可能也就是一说。但是刘鹤6月18号出来讲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不是随便一说，这真的是国策了。
大家就把这个内循环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国策了。当它变成一个国策的话，这冲击就非常的大。这意思什么意思？所有人都把它理解成为中国会闭关锁国，不管你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闭关锁国。结果就是中国可能是会封闭起来，那这个冲击力就非常的大。整个的政策，这是一个国策性的影响，这是大政策，非常大的政策影响。所以这个冲击是很大的。那么今天习近平出来6月18号到现在大概是1个多月的时间啊，1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出来。他出来第一件事情就讲这个事情，可见这件事情冲击很大啊，冲击很大。那么习近平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我的意思不是闭关锁国，你们理解错了啊。那我是说，其他国家闭关锁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靠自己内部需求来推动经济啊。我们不是主动的行为，我们是被动的行为。我们还是想要搞经济全球化，不是想搞闭关锁国。就讲到底，习近平就是这番话的意思，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意思。那么内循环这个说法为什么杀伤力大啊？内循环这个说法杀伤力大的原因，当然跟2件事情有关。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记忆，就是中国的集体记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是内循环。改革开放是什么？就是改变内循环的局面，对外开放啊，对外开放。所以叫改革开放啊，就是说内循环让大家首先勾起了什么呢？勾起了改革开放那个局面的这个回忆，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有共同的回忆。当你一说内循环的时候，所有人想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前，这是第一个，就是影响很大的，就是大家一想，这个前景就非常的暗淡了，对吧？你想。在习之前，所有人对中国未来的想法是什么？不断的开放，不断的往前走。习上台之后，中国是往回走。现在回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觉得习在往回走，很多东西往回改啊，越改越回去，越改越回去，大家会觉得他只是在改。就是他改有的东西他改得了，有的东西改不了。就是经常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实行计划经济？我就跟他讲，中国没办法实行计划经济，回不去了，因为你现在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不相容。如果你改回市场经济的话，你整个经济就要掉下来，完蛋，那整个的崩溃掉。所以我说中国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因为你没有这个条件，因为计划经济我不可能实现一部分，要实行计划经济就是全实行，那你怎么回得去呢？回不去的。但是你现在一讲内循环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管怎么样，他就直接就回到那个状态了，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就影响的很大，大就大在这里，就是它改变了大家对未来的期望。内循环这个效果是这个效果，这也是今天习近平跑出来解释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这个冲击就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第二条，内循环的杀伤力大在几个层面。第一个，你让经济学家去怎么分析？中国那些养了这么多经济学家啊，从社科院到各个大学都有很多经济学家。你看看政协经济组1组2组，政协里面最大的组就是经济组，里面全是经济学家、企业家啊。那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整个经济结构对外的因素至少占40%以上。虽然中国一直在宣传我们有内需很强，没有外部需求，内需强没有用的，最终会完蛋。所以你这一想内循环，这个经济学家懵了，边界没了，他分析的边界没有了，这分析边界没有了，就我把这40%需求拿掉，我怎么去算？没法算了，经济无法分析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做生意的没法弄了。你原来做外贸，中国说中国有2亿人口在
跟整个的外贸出口有关系的行业当中有2亿人口。你现在一下说我们要内循环了，内循环的外面没有了，那这2亿人吃什么？做企业我做外贸的怎么办？大家心里就开始打鼓了。这是第2个。第3个，你对外的政策没法解释啊。中国天天批评这个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要经济全球化，要国际分工，天天在讲这个，对吧？中国在整个的对外政策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是什么？就是吸引国外的这些投资到中国去，跟西方国家通过经济利益绑定，它才能够建立和西方的这种稳固的关系。你没有利益绑定，这个关系根本不稳固，因为中国跟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你如果再没有经济利益绑定他们，你怎么去跟他们交往？没法交往。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什么好谈。所以中国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就是一条，批评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一直这是你这一讲内循环，这贸易保护主义就没法说了。这整个对外的这个框架也建立不了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然后你吸引外资怎么操作？你自己讲的要内循环了，我怎么吸引外资啊？就你都要闭关锁国了，所以内循环的这个说法杀伤力非常的大啊，这个杀伤力非常大。我说这2个层面，一个改变什么？一个改变大家中国国内对未来的预期。第2改变什么？改变我的经济啊、企业啊，这个对外开放啊、吸引啊，这都一系列的重大冲击，对各项政策都有一系列的冲击。那么，但是为什么会跑出来一个内循环的说法呢？这个刘鹤脑子里面就是水，尽是水。但是这提出内循环这个说法呢，这进了大水。为什么？我分析呢，大概有3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就是现在中美关系啊这个局面，中美关系这个局面意味着什么？中美关系现有的这个局面，实际上你往前推到一个结果是什么？推到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出口没法做。中国和西方这个脱钩，首先是跟美国脱钩，然后跟西方国脱钩。这一脱钩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内循环。这是什么？这就是个预期。其实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刘鹤这一票，习近平的这个幕僚对未来的预期不乐观，非常的悲观，就觉得这没戏，这外部的需求已经没戏了，不能指望，必须先做内循环的这种计划打算，得先做准备。我们不能等外部需求没有了我再来做准备。就是他们是干活的人，这些干活的人就说意思就是，看这形势下去好不了怎么办？好不了就那什么吧，我们就打定输了，这一头我们就看这一头看怎么过了。这是第一个预期啊。第2个，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预期？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看习的态度，这是一条道走到黑，改变不了，这个形势已经往前走的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中间已经不可能改变了。这个如果不可能改变，那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会什么？就是脱钩，结果就是脱钩，就是这个脱钩的结果已经不可改变，不可挽回了。就是第一个是预期，第2个对自己的政策已经知道改变不了啥，这是第2个。第3个，那真是应该，我觉得刘鹤应该给习近平逼得够呛啊！你看那刘鹤现在，刘鹤刚上来的时候意气风发啊，还瘦瘦的，这个一个儒雅的形象啊，就是说清瘦啊，这个形象很儒雅。
但你现在看过去啊，背有驼了，头发全白了，掉的也掉的差不多了，就一个糟老头子了，已经，大概应该是这个，那这个酒糟鼻子已经越来越厉害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刘鹤承受了习近平巨大的压力。为什么？经济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你没法不弄啊。所以我觉得他提出这个帮习近平提出个内循环这个办法，也是在压力之下没有办法，只能找一个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啊，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方法解决问题，我觉得他有一点他忽略了，就是你当一琢磨内循环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就是当然讲的是有一定年龄的中国人，他马上就会想到什么？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局面。那这些人一想就想我一看到内循环这3个字，我马上想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那中国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那什么概念？那你现在的所有的经济成绩全部归零啊，那预期是什么？这个预期是不可想象的啊，所以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神隐1个月之后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澄清。澄清什么？澄清内循环到底什么意思？但是他澄清了吗？没澄清。他其实这件事情，习近平出来讲这番话，这叫什么？越描越黑。什么意思？他完全没有解决大家的疑虑。大家疑虑其实是有3个啊。第一个，你现有的政策会不会改变？因为你要知道，所谓的内循环是什么造成的？内循环是脱钩造成的。就中国和西方市场，西方国家市场，东南国家市场我们就不说了，只说西方国家市场。你出口没办法去出口到这些国家的话，那你就只能是内循环了嘛，对吧？内循环的原因是因为脱钩，脱钩的原因是什么？脱钩的原因是中美关系闹掰，中美关系闹掰了才有脱钩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中美关系闹掰，怎么会脱钩呢？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改变这个局面，首先不能让中美关系掰掉。你没解决，习近平出来这个讲话没有解决什么呢？你能不能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你不能解决中美关系这个脱钩还会发生啊，对吧？这是脱钩发生了，你不就内循环了吗？这是第一个，他没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会去改善中美关系，那内循环还是会发生。这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不会改善中美关系。第二个问题，好，你说我不是说要闭关锁国，你不闭关锁国，但是你跟西方公司搞不好关系，最后别人跟你脱钩，你还不是闭关锁国？结果其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是解释了一下，我没有意思要闭关锁国。但是问题是你跟西方国家闹翻的时候，效果跟闭关锁国是没有区别的，是别人不跟你玩，闭关锁国你不跟别人玩，其实是一样的，中间一条界河下来。所以他有没有解决的？没有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不想闭关锁国，你不想内循环，你怎么办？你有没有别的选择呢？你有没有办法搞定这件事情，让西方国家不闭关锁，不跟你脱钩呢？你没有讲啊，你也没有这样的意愿。那没有这样的意愿，你出来讲啊，我们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对，你是越开越大，问题是别人不来，你没用啊。以前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不是说你那个什么拒绝其他国家来，你没有说拒绝其他国家，别人就不跟你玩，就这个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习近平今天的讲话有没有解决大家的疑虑？没有解决大家的。第一，你政策没有说你政策会调整；第二，你没说你能搞定西方国家不跟你脱钩；第三，你也没有告诉大家，如果我不想脱钩，我该怎么办？我不想闭关锁国，我打开国门没问题，别人不来你怎么弄？所以其实这番讲话只是让这件事情大家就看明白了，看明白什么呢？就是其实真的会变成内循环。
其实在整个的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中美关系。只要中美关系搞定了，中国对其他国家都是居高临下的。你看一下中国对欧盟的关系，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中国天天敲打日本。你现在看看中国，习近平想去日本访问，日本都不欢迎他去，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一开始就没搞定的是什么？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没搞定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不干了，认为你是我的威胁，你对我产生了威胁，我就要搞你，这就是结果。但今天这个讲话反映的这些吗？没有反映这些。所以实际上的问题是什么？实际上问题都还在，但是没有搞定。没有搞定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搞定的原因就是，你看现在中国现在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经济问题、金融问题、社会问题、水灾、疫情都没搞定，全部所有的问题都没搞定。疫情这件事情，其实最核心的要搞定的是什么？不是清零，不是各个城市清零，清不了零，不断的会发生的，这很正常。流行病就是这样，你没有疫苗之前，你就一定不能清零。所以疫情你说啊，我们已经取得胜利，这是胡扯。哪个取得胜利的人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不会的，没有疫苗就永远不会。模范生多少模范生都摘掉，就这个原因，这是流行病本身的属性。所以疫情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疫苗，就是要尽快的搞定疫苗这件事情，而不是其他的啊。所以水灾，你看这个情况，习近平不去灾区视察，跑到这里开座谈会。你可以看到，就这个国家就感觉，我一直在讲，中国感觉是一个无人驾驶的国家，就无人驾驶的汽车自己在跑，这底下你看都所有的陪着他的这些人都不干活，天天陪着他干，到处开会视察，就不做事，不解决问题，没有问题解决了。你比如说像韩正他负责香港工作，香港问题，你看香港问题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他陪着他开会，天就这个啊，好吧，大概中国现在的局面，国内的问题一大堆没搞定啊，没搞定，现在这几千万人泡在水里，也不发钱。最可笑的是上半年中国的，我讲一个数据啊，上半年中国所有的税收都是下跌的，财政收入都下跌的啊。包括中国的收入，人均收入也是在下跌的，但只有一样东西是上涨，什么上涨？大家猜一下，在整个税收当中，只有一个税收是上涨，个人所得税，什么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都是下跌的，只有个人所得税是上升的。你觉得这个世界可笑吗？你说这是一个可笑的国家吗？这是个非常可笑的国家，大家都不发钱就算了，你不发钱就算了。你还多收税啊，你就疯了，我觉得就疯了。好吧，我今天的议题就讲这么多，对外关系就不用讲了。那就现在就是蓬佩奥刚刚见完这个 Boris 啊，就是英国首相啊，英美两国肯定是在密谋一些对付中国的大计啊。然后你看一下吧，这个蓬佩奥就穿针引线，把这些联盟会建立起来，那个时候中国的麻烦就更大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好。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就讲这么多啊，先讲这么多，然后就有2条新闻要播报一下啊，这2条新闻都很重要。第一条新闻，这个国家民航总局、海关总署和外交部联合发了一个公告，叫什么？叫关于来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公告。我就读一遍，我就不解释了，大家一听就明白。为确保国际旅行健康安全，降低疫情跨境传播风险，对来华航班乘客实行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做法。
安排如下：一、搭乘航班来华航班中的中外籍乘客，在登机前5天内完成核酸检测，检测应在中国驻外使馆指定或任何的机构进行。这第一。第二，中国籍乘客通过健康码国际版小程序拍照上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二、外籍乘客凭核酸检测证明向中国使馆申办健康状况声明书。四、有关航空公司负责在登机前查验健康码状况和健康状况声明书，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乘客不能登机。各航空公司应严格履行查验手续。五、乘客提供虚假证明和信息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六、中国大使馆将认真评估驻在国核酸检测能力，并在具备条件的时候发布具体实施办法。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去中国要小心一点，他现在有这样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各地大使馆又获得了一个寻租的机会了那些指定的关系户又可以发财了，这是第一个消息第二个消息就是中国要过警察节了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21年开始将每月的1月10号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这就是在国家层面成立警察的节日。中国有建军节，有国庆节，有劳动节，有妇女节、儿童节，现在多了一个警察节。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警察很重要，重用警察。为什么重用警察？因为警察治国才需要重用警察，所以一个警察治国的国家肯定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基本上 OK， 那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请大家不要聊天，尽量的不要聊天，让我们提高这个互动效率，好吗 ？OK。Sophie 萌，谢谢明谢一下归人111，谢谢打卡英国情况。党员如果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或不愿意接受党组织监督和纪律的约束，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不愿意继续做共产党员，要求退党的，党组织应予以同意，不要强行挽留。这是什么？这是党章吗？观点，你相信党章吗？你也相信宪法吗？同理，你也相信新闻联播吗？这不要这样质疑。是这样，我是觉得我们先看一下向党组织申请退党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行性呢？我觉得可行性不大高，因为他不批准，你还是退不了。其实这里面有一条是什么？就是如果你退党不是一个声明就能退出的一个这样的程序，你要向组织申请的话，我看了一下你还是退不了。他不同意你退党，你不是一样退不了吗？所以归人讲的这个呢是意愿，但未必能够实现984 degree， 谢谢 ，thanks。Bio India Catch 谢谢 Pine Tree， 谢谢 Kintim Lee， 谢谢Kintim Lee 好久没见了在法兰西吃包子，谢谢，请王先生喝咖啡吧。王先生上一期的自我检讨给大家做了一起进步的榜样，是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宽容所有人都能宽容，我们可以以对待这个我们国内网友的这种态度宽容的态度为起点我们要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马上就要发生什么？美国大选。那么，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跟拜登的支持者，他们相互之间，我也希望大家能宽容啊，就是你要允许大家和你不一样啊，这是中国人最需要的一个品格啊，所以保持宽容啊，保持宽容很重要啊。Soji Okita， 谢谢。因为时差原因，直播只能看一半，第二天才有空看完整版。祝贺王老师粉丝21万达成，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谢谢啊。姥姥王，谢谢。代表 Vicky 曹，请王先生吃台北士林夜市的大饼包小饼，谢谢啊。Dean Winchester， 谢谢，请王先生咖啡一杯，这一期讲的真好，谢谢。南丰园 Hiroko， 谢谢。打卡横滨，王先生看到新的民航总局的通知了吗？看到了。观点，好，我们开始讲。现在所说的闭关锁国和经济内循环，真实背景是全球正在抵制中共，全世界的人民不和邪恶中共玩了。共产党其实就是知道全球会抵制土共，只能闭关锁国，所以装作是自愿而不是被排斥。所谓的内循环和地摊经济一样，本质上都是假装拿出办法掩盖束手无策的事实，非常正确。最后一句话非常对，本质上是假装拿出办法掩盖束手无策的事实，非常正确，很好。观点，共产党对于有争议的政策经常用切香肠的方法，切一点看看还行就继续切，有问题再改。习近平提内循环就是想搞计划经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怕步子太大扯得淡，无论宣传还是执行都要往回收一点。切香肠就是试点，中共的做法就是先试啊，找1-2个城市先试看看情况怎么样啊，看情行啊，再多找2个城市再来试啊。你说的像切香肠是西方的描述啊，中共的语境就是试点啊。提问：今天习近平出席企业和个体商户会议，而李克强没有参加，请王老师解读。通常这种会不会2个人都参加？不会这个党的负责人跟政府的负责人2个人同时参加，一般来说不会参加，但也一般不会由政治局常委陪啊。一般今天是由3个常委陪啊，3个常委总共7个常委，4个常委在现场，那么有3个常委不在现场啊。3个常委的当然一个是总理，一个是政法这中纪委的书记，应该还有一个是谁？我看一下哈，还有一个人大政府跟纪委书记没来，那么政治局差不多跟开政治局会议差不多了啊。那一般来说是不参加啊，不参加。是不是故意冷落他？他不参加合理，不是一个异常的安排，所以不能够导致这个解读。大陆官媒宣传提示，21号在京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要及时转载央媒重点报道，结合本地实际，同步做好阐释、解读和反响报道啊。央广明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要延长5分钟，应该给这个座谈会准备的。OK， 这个很有价值，我觉得非常棒。这个官媒宣传提示啊，给大家知道一下情况。我姐姐的企业今天又来收因为疫情没有缴纳的社保费用，大概100多人，1个人不能少，不然影响企业征信，就怕申请破产了也要缴纳社保费用啊。观点：大清国亡了，老百姓还是该吃该喝，灭了 CCP， 百姓才能过得更好，一点都没有错。观点：
以前经常有一个论调，就是没了中共，这个中国会乱掉啊，就是这是恐吓所有的人啊。那么其实这个观点已经早就被揭穿了啊，这个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很简单，中国人用微信就能组织一个上万人的演唱会，你信不信？所以其实人民的自组织啊，自主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没有中共，这个中国会更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观点：朝鲜模式中国朝鲜模式不了，也伊朗模式不了，更俄罗斯模式不了，因为没有人给你输血，地下没有石油，说实话，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中国有14亿人口啊，对吗？这是个巨大的资源，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啊，对吗？怎么不了呢？什么都能了，只有一点不行，就是倒行逆施不行啊。情况：几天前的民调，64%的日本国民反对习访日啊，访日计划肯定是要取消的，但是要走程序。是的。观点：民航局发的那个中国大使馆一句屁话都没放，在此之前就是大使馆发通知要核酸检测，现在民航局发，是不是内部又打架了？就是要给一个利益主体嘛。现在利益主体就是外交部拿到了啊，外交部拿到了是为什么？这个外交部指定啊，就是使领馆指定啊，使领馆一指定啊，你看吧，跟大使关系好的那些唐人街，你看就会出现很多这种检测机构了啊，就是指定，然后他就在那做检测，就挣点钱呗啊，又是要挣钱呗。啥情况？小区里选物业委员会都要求党员过半，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在有物业委员会吗？是不都不让搞吗？现在物业委员会是已经有的物业委员会是吗？业主委员会要求党员过半。OK， 情况：中国所谓的双赢就是赢2次，这话是金政委金灿荣的名言。金灿荣这个名言呢，就被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长拿来一用，整个西方国家都觉得中国真的是骗人啊！这句话真的是对中国的这个形象打击非常大。然后这个外交部在那说这个美国又污蔑中国，然后别人直接就把金灿荣的视频拿出来放，你看看你们这个自己讲的，你看这就直接就灭了啊！观点：习本质就是外部便宜要占，内部人员要管好，所有的事情都是服务我们赵家人，我们赵家人要把所有的便宜都占了，而且要统治全世界，非常对啊！提问：在中国，赵家人完全蚕食中国，然后跑到西方国家，当中国被赵家人蚕食殆尽之后，赵家人又跑不了国外的情况下，赵家人如何自处？赵家人早就已经跑出去了，没有人能够挡住赵家人出国的步伐，他们早就出了国了啊！他们进出中国平汤，不要操他们的心啊！不要操他们的心，没有用的，除非美国政府制裁，而且美国政府制裁赵家人最有利啊，最有用啊，其他人制裁用处不大，只有美国人制裁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英国人制裁香港高官最有用，基本上这样啊，卤水点豆腐啊。提问：财政部本月17日公布财政6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3.2%， 怎么看这个数字？真金白银入国库的数字，中共也造假吗？今年6月的财政收入比去年增长 3.2%， 你信吗？我不信。跌 3.2% 我都不信，跌 10% 我都不信，你信吗？我还是不信，肯定是超过 10% 以上的下跌，要不你发那么多地方债干什么？地方债现在什么情况？
地方债现在24万亿，已经发了24万亿了。如果你财政收入还在增长，你发那么多地方债干什么？对吧？你想一下。观点：中央所设想的内循环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不完全一样。除了重要的物资自由交易，而生活物资仍然实行市场经济，民生商品可以自由贸易，不可能的。为什么？体系就是你想一下，你说生产资料计划，然后生活资料就市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市场经济当中，你所谓的生活资料跟生产资料根本没有边界，他们两者之间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他们在互通。很多最终终端消费决定了什么？决定生产资料的安排。你比如说化工，现在化工行业惨吗？惨到什么地步？化工产业是什么？化工行业是生产资料，它完全是生产资料。化工行业是全部都是最上游，就是很多做什么？做塑料桶做塑料桶、塑料碗、塑料这个盆的厂子，就是从化工厂进原材料。那么你现在老百姓需求不好，大家没钱了，不买塑料桶，连塑料桶都不买了，化工厂就开不了工。你说哪个计划哪个市场？他们是一条线下来的，你怎么实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吗？情况，今天看新闻，有一条新闻说24人偷渡日本，他们想去那里的日企打工，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差到什么程度了。越南刚刚遣返了他们，还罚了每个人3000人民币，能想象吗？这个场景转换的太快了这个场景转换的太快了，就说你难以想象，以前都是什么？以前都是什么越南新娘越南人跑到这个广西去换东西人民币在越南通行等等都是这种。中国经济很强盛，一下子影响周边的国家蒙古这情况各种各样。现在你看24人偷渡到越南去打工这什么情况？这都已经，这个就是说这个场景转换一下子就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30年就过来了提问：如果国内的经济越来越差，越南会不会是中国人下一个逃难点？这个样子边境控制会不会加强？那不知道，你想象吧。你已经把问题解答了情况，从北京地铁的拥挤程度看，至今就业情况仍然远没有回到去年年底的水平。当初要排队2到3辆车才能上车，现在每次都一趟就走，车上的人也不满。道路限行等其他交通工具和去年是一样的OK。观点：共产党的对外开放就是买办制度，共产党对外采办以后都卖给你，你不能有怨言。问题是会有贪污吗？是不是供销社 2.0？ 贪污一定会有观点：中国的创新主要集中在笔杆子领域，创新非常多的大词和话术，什么顶层思维，什么民主专政，100年未有之大变局，1000年大计，1000年一遇，双循环等等等，非常正确。提问：请问王老师，香港的经济会否一直衰落下去？是不是会变回2003年一样差？现在香港处于一个未知的领域为什么？很多东西没见过，没有发生过，从来没见过像香港这种场景，这个情况，所以香港经济怎么走不好说没办法分析但是肯定是会变差，这个没有疑问。但是差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不知道。美国的具体的措施还没出来呢，美国针对香港的具体措施到现在还没出来呢，你无法预期情况，退党影响非常大，会株连的，孩子在学校都受影响，包括凭各种优秀和奖学金，
还有孩子的就业影响非常大，真的不像他们写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这种舆论环境下，尤其是没有人敢轻易挑战退党，真正党国内的正常人都知道退党有多难，加入可能是被骗进去的，想出来就要抽筋扒皮，非常正确，我就这么看，出不来，很难出来啊。中共的经典洗脑观点，没了中共会乱，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非常正确。情况，南方某市有一些免费的心理辅导地点，多是设在社区党群办公室。对于那些不喜欢共产党而且需要心理辅导的人来说，心理问题和独裁专制也是矛盾的。我本身也是学心理学的，这门学科与独裁专制也是矛盾的，非常正确。提问：王老师，为什么日本开始撤离中国市场？为什么韩国、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没有动作呢？我觉得日本这个国家话不多，做事很干净利落，美国只是嘴炮，为什么没有实际行动？日本撤离中国市场上来就是口罩啊！日本最先撤离中国市场的就是口罩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很痛，就是中国有一段时间控制口罩出口，那么这些口罩厂都知道他们的东西出不去，所以很清楚这一条，所以最先撤离中国的日企是口罩厂，这第一条。第二条，那么其实日本对中国的理解和了解比西方其他国家要更深刻，要更敏感，而且日本人比较保守，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最先撤离我非常理解啊，非常理解。那么为什么美国企业动作不多？美国企业韩国就已经撤完了。韩国企业比日本的企业敏感，所以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韩国大部分能撤的企业都撤完了，都已经撤了啊。有些企业不撤，我估计跟什么有关系？跟它的市场定位有关系。它可能就做中国市场，它撤了干啥？这是一个情况啊。还有美国企业为什么没有动作？我不知道美国企业有没有动作，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啊。那么，但是有些美国企业肯定是早就在做的，包括你像麦当劳是撤了，对吧？麦当劳把整个中国的门店打包卖给了中信，然后就是百胜撤了，对吧？百胜也打包卖了，百胜就是这个肯德基跟那个披萨哈的某公司，整个中国的也打包卖了。就你可以看美国的企业要说撤的话，撤得更早啊，撤得更早。法国人现在是撤了，法国人撤得蛮干净的，连雪铁龙都撤了，雪铁龙把他们最后的股份都卖掉了啊，就是叫什么神龙汽车卖掉了啊，他的股份都卖掉了，所以法国人是撤得很快的啊，法国人撤得很干净，所以你看，在整个欧盟当中，法国的态度和德国的态度不同。它就是这个原因。美国到底有没有撤，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一波有没有撤，我不知道啊。提问：中共有可能给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保障下继续掌政吗？中共有可能给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保障之下继续掌权吗？如果他给公民自身自由，然后财产跟权利都有保障，那中共掌权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掌权就是想抢你就抢你，想打你就打你，不听话就揍。他想要的是这样的掌权，不是像美国政府一样一不高兴就被人民选下来的掌权。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其实很矛盾呢，对吧？你说呢？如果你说公民又有人身自由，又有权利，又有财产安全，那怎么样去保证这一条呢？保障这一条，你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啊！不实行民主制度，它不是跟现在没有区别吗？他跟中共掌权，他告诉你，你有权利啊，你有人身自由，但是他不想给你的时候就给。哎，我只是一小撮，
5%，其他人还是有自由的哈，有意义吗？然后这个5%到处挪啊，到处挪，你随时都可能没有自由啊，所以这个问题是个悖论啊。观点：除美国外，世界对香港国安法的反应方式，我特别失望。对香港移民的包纳和解除双方的犯罪移交，对中共来讲是益还是处罚？毕竟中国有14亿人口的市场，世界有正义吗？世界有正义，世界是肯定是有正义的啊，请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要努力做，尽量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生。如果不推动，它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要做贡献啊，不能够仅仅是责备啊，仅仅是责备别人啊，我们要每个人都要推动这件事情。情况：赵紫阳被软禁在家的后期，打报告要求退党，被拒。他要求死后不要盖党旗，被拒，就是这样。观点：今天福布斯英文版刊登了一篇深度分析文章，分析了习上台后种种的错误政策，最后的结论是，作为中共这家公司的 CEO， 习应该下台了。今天蓬佩奥明确点名习近平对世界的破坏，这些都显示西方各种力量开始聚焦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前途，未来可能会有不断的在西方媒体和政府言论上，习个人将成为主要目标，并逐渐形成一种世界潮流，非常正确。美国现在是什么？美国是聚焦中共啊，聚焦中共，然后中共聚焦习，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策略。这个策略，你一看这个策略是什么策略？这就是中共的策略，这是中共的做法。中共就是这样打击敌人的，叫孤立一小撮。就比如说，你看美国的策略明显的孤立中共啊，在中国这个大议题下，先找到中共，打击中共，在中共当中找到谁？找到习近平，打击习近平，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这个主意肯定是中国人出来的主意，西方国家不懂这个，美国人更不懂这个啊。观点：从今天英美在伦敦的高层对话，我看主要还是中国和俄罗斯一体，也是在宣布21世纪两大阵营重新回归，也是针对当前冷战之后可能的热战准备。OK， 观点：如果哪天去买米，如果被限购，估计我就要计划造反了，找一帮志同道合的人。观点：我是广东人，我对今后的国内走势非常悲观，让我首先想到的是30年后养老金是否有保障，以及可能发生的重返计划经济，国内让我们吃2年草。我对社保呢，我从第一天开始我就不相信。你想，社保是什么？社保你把钱交给政府，中共啊，那么让他管这笔钱。当然这笔钱呢，其实没有多也没有少，是你交的钱加上公司交的钱合在一起交到他手里。很多人想的是什么？很多人想的是，反正我就交的钱不多，主要是单位交的钱，单位多的交钱，使劲交钱交到我账上。你想一下，钱在谁手里？共产党手里，那是个滚刀肉啊！肉在他手里，他能不吃？怎么可能？你的未来是在他手里，他手的一堆肉，20年后再给你发，我是不信。所以我就没买过一天社保，啊！所以我从来不信社保，因为什么？太多蛀虫了，你看看那个粮仓你就知道，粮仓是那个情况，那是食物都会有人把它搬空，那这里面是钱。陈良宇记得吗？上海那个市长啊，就是社保出的事儿，中国社保出的事儿多了去了，不能相信社保啊。观点：我在日本生活30多年，深知日本人从来没有相信过中国。
跟中国做生意出于无奈，所以忍着。中国曾经做过的反日行径早已伤透日本人的心，现在终于可以脱离中共了，所以雷厉风行。这心态啊。观点：中国刚刚有病毒时，日本第一个往中国送去了口罩等防护用品。当日本和美国有疫情时，中国的一家饭店门前横幅写的“美国日本疫情长久，我的心在流血”。写着美国日本疫情长久，我的心在流血。中国人不应该流泪。我们的教育就是仇日，非要把历史当作仇恨的延续。观点：感觉现在各国对国安法的反应都是 damage control， 只是取消遣返，考虑接纳香港难民，还没有到主动处罚的地步，包括美国，有点失望。给点耐心，慢慢来啊，没有那么快，国家的政策没有那么容易一天就发生的啊，我们继续观察，继续推动这件事情，好吗？明谢啊，姥姥王，谢谢归人111，情况很庆幸我和我父母都不是党员，谢谢啊，谢谢归人。杨俊哲，谢谢，好久没来，请王老师喝咖啡聊表心意，谢谢。姥姥王，谢谢。赞成王先生提醒，我们要对国内的朋友们宽容。记得较早之前，我每次打赏都是说向国内的朋友致敬，翻墙不容易，是的，真是这样。Jessie， 谢谢啊，请王舍喝杯咖啡，辛苦了，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明谢 Miss for Rose， 谢谢。